我是瓜皮儿，黑袍纠察队第2季前情提要。8年前，祖国人玷污了贝佳，使其怀孕产下一名超级婴儿。这件事被沃特集团藏了起来，直到8年后才真相大白。布切尔原本想要报复祖国人的计划临时更改，将救回妻子视为第一目标。可现在手头没有5号化合物，也没有其他筹码，凡人组陷入了僵局。这时修一几人阴差阳错地找到了喜美子的弟弟，才发现有人在往本土偷送超级罪犯。可他们没有想到，这背后的牵连太深，以至于追查线索的苏珊被爆头侠击杀。无奈之下，再度求助马洛里上校，并达成协议，只要把喜美子弟弟带过来，就会帮助他们赦免，还会想办法寻找贝佳。由于之前的分歧，修一和布切尔一直闹不和，而他们单干只会送死，只能事先想办法把老鼠送到马洛里手里。公海之上，布切尔借来了一艘游艇，静静地等待着马洛里的人来交易。他主动来找修一求和，得到的只有好轮回破颜拳。看来这矛盾一时半会儿是解不开了，因为马洛里早就退役，再没有一声令下支配所有的权利，所以布切尔他们还得静静等待几个小时。这段时间怎么度过，由他们自行解决。沃特集团出了大麻烦，安妮和修一曾想办法得到了一瓶5号化合物，虽然被火车头逮到了，却也不好多说，毕竟自己有把柄被人握着。安妮匿名把5号化合物和证据卖给了电视台，一经曝光，震惊全球啊！原来那些所谓被上帝选中的孩子都是实验室产物。为了保住公司利益，沃特上下忙里外忙，闹翻了天。个别超级英雄更是躲在角落嗷嗷哭，包括深海也难以接受。从小家里人一直教导他的能力是天生的，今天才发现自己啥都不是。不久前自己刚刚被视为家的沃特集团抛弃，现在沦落成了边缘城市的边缘人物。孤独的深海在水上乐园撒泼，被警察以扰乱治安抓了起来，心想着不可能有人来保释自己，结果还真来了。老鹰，一个剑术高超的繁体超级英雄，也是教会成员，他特意来帮助人生低谷的深海。教会的导师卡洛尔看出了深海自尊心极强，不太愿意承认自己的缺陷，生性自卑的他只能靠着侮辱别人寻找存在感。深海加入了教会，寻找真正的自我，然后重返七人组。第一步就是释放内心。老鹰秘制了点饮品，喝下去后会让深海置换，腹部的鱼鳃开始说话，这是他最自卑的东西，始终不敢露给别人看。深海崩溃了，却无能为力，毕竟这是自己身上的器官，既然阻止不了，那就接受。他和鱼鳃产生了共鸣，一起歌唱着你在我眼中是最美。随后曝光了5号化合物的事儿，这让深海坐立不安。他觉得自己不再是超级英雄，就是个臭鱼烂虾破罐子破摔。卡罗尔立马带来了一个消息，有机会能让你重返七人组。这件事自然和布切尔等人有关。新闻发布会，修一一直处于兴奋状态，没想到他和安妮真的就做到了。母乳和法兰奇接连欢呼，真心替修一这臭小子开心。结果布切尔就冷冰冰地说了句还行吧。他没工夫庆祝，也没有功夫奉承。现在地下室关着个超级罪犯，公海上随时可能出事，有那心思欢呼，不如保持警备状态。修一却认为自己这是怀才不遇，不管做了多么优秀的事情，都得不到布切尔的认可。幸好低落时有母乳和法兰奇照应，时间一点一点熬着。喜妹子尝试劝服过弟弟，可他偏执得很。法兰奇贴心地送来了零食汽水，只希望老鼠能教教自己他们姐弟间专属的手语，这样一来以后也能方便沟通。然而还是热脸贴了冷屁股。 Fuck you。 只是他没有想到留在桌上的易拉罐汽水好心办了坏事，老鼠磨了很久，露出了一个食指，隔空一物用易拉罐解开了束缚。恰逢此时海警顺着定位赶到，原因是有人报案说船被偷了。众人迷茫地看向了波切尔，老鼠突然钻到甲板疯狂攻击，一失手把警方打了下来，但很快被喜美子制服。袭警将会是另一种待遇。波切尔招呼大家迅速撤离，临走前修一还为水里的警员扔下了救生圈。根据前线传来的资料，沃特集团总裁艾德加认出了他们，此时正面临股票大跌一系列损失。艾德加召集来了七人组，风口立马就变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得共度难关。他意识到改变舆论风向最好的办法就是抓住超级罪犯，但这需要七人组的帮助。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，你拉的翔，为什么我们来擦？这时阿祖站了出来，艾德加，我你妈，七人组才是我的家，沃特倒闭不重要，有人报告我阿祖必到。说完拉起兄弟姐妹前往了公海，换了个 BGM， 有了不同的色彩。 World still needs superheroes. And that, family, let's get out there and do what it is we do.
Let's take this cocksucker down. 公海上小队一路狂飙，距离登岸只剩几公里，水下突然有东西撞击，顺势望去发现了鲨鱼群。紧接着那个男人来了，深海骑着鲸鱼猛追小队，抢先一步上了岸，那气势仿佛胜券在握。可当他看到波切尔没有减速时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快艇撞穿了鲸鱼，深海开局白给，波切尔赶忙拉着兄弟们跑路，结果休伊怎么说都不走。他弃坑了，不想冒险了，反正也得不到尊重，不如坐着等死。母主可不想留他一个人，表示你不走我不走。休伊最终还是妥协了。在排水渠里，母主追上了布切尔，不仅是休伊，现在所有人都要崩溃了。这种时候应该互帮互助，而不是互相看不顺眼。休伊那小子虽然不太稳重，但总归是团队里最有底线的人。要是布切尔握不住这个救命绳，以后谁来提醒他做事留余地呢？然而布切尔还是不想退让。深海抱着露西哭唧唧赶来的阿祖妈没皮。虽然深海的心灵得到了净化，也发誓会改过自新，但七人组依旧没有他的位置，特别是安妮，全员追进了排水区，火车头没跑几步就负荷了心脏，却还要在祖国人面前装作若无其事。这时安妮追上了掉队的休伊，碍于祖国人在场，他只能演戏。阿祖早就知道安妮和休伊的关系不一般，他命令安妮干掉休伊，否则自己会干掉他们俩。安妮也想继续演戏，可他不忍心对休伊下手。布切尔几人在角落里观察着情况，事实上他现在就能卖了休伊，可还是站了出来，这让刚刚准备赴死的休伊活了下来。再加上老鼠的突然袭击，祖国人一时疏忽中了招，老鼠趁机逃走，西梅子紧随其后，而休伊再次握住了布切尔的手。兄弟情不言而喻。逃到了陆地的西梅子姐弟遭受到了风暴的攻击，这个看似特立独行的女强人，此时比阿祖还要混蛋。看不顺眼的路人一秒火化，一个活生生的杀人狂魔呀！西梅子为了保护弟弟殊死一搏，可他们又岂是风暴的对手？这场追击战死伤无数。本有足够时间逃跑的老鼠看到了姐姐遇到了危险，还是义无反顾地杀了回来。只见风暴扭断了他的手腕，随后一脸讽刺地拔了头。这一切西梅子亲眼目睹，却无能为力。赶来的阿祖心里全是怒火，敢抢我的风头，小小风暴可笑可笑啊！事后沃特集团全面公关，将5号化合物的锅推给了已死的马德琳，称对方是私自领导团队研发的。随后话锋一转，将间接伤亡怪在了老鼠身上，若不是我们风暴及时赶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下不仅把责任推卸了，还给风暴宣传了人气。角落的阿祖气的是咬牙切齿，往日出风头的活动可都是自己亲自上场。凡人组虽然无人伤亡，却也士气大伤，唯一能和马洛里谈条件的筹码死了，西梅子也变得沉默。虽然他本来也不说话，想帮忙分担的法兰奇也吃了闭门羹。波切尔约见了马洛里，他很抱歉没有办法查出苏珊之死的真相，这节骨眼上又能怎样呢？马洛里担心爆头侠会波及政界要员，所以递出了手里最后的线索，是一个40年前的二流英雄自由女。苏珊临死前调查过此人，想必与真相有着关联。随后马洛里给了波切尔另一个地址，是贝加被关押的地方，那里戒备森严，这是马洛里唯一能够补偿波切尔的，毕竟是自己拉波切尔下的水。波切尔让母乳带着人去调查自由女，事成之后马洛里肯定会想办法让他和家人团聚，而自己要单枪匹马拯救贝加，不管成功与否都将散伙。7人塔里看着电视上无处不在的风暴，阿祖气不打一处来。在电梯里他碰到了安妮，抬手就按下了紧急按钮，将安妮扣在了墙上。他始终觉得安妮和休伊在搞鬼，加上之前排水渠的事儿，他更加坚信了。安妮不停地解释自己和休伊的恩怨，他只是不想杀人罢了。祖国人无奈只能离开，也确实没有十足的证据。紧接着安妮就约见了休伊，他快受不了这种随时被追杀的日子，曝光了5号化合物，可沃特集团依然活蹦乱跳，凭他们几个人根本不可能赢。这时休伊接到了母乳的电话，打算启程去找自由女，刚好为了散心，安妮也打算一同前去，有个表哥就住那边。沃特问起来有理由啊，休伊苦苦哀求，母乳这才同意。一路上2个人有说有笑，完全是一副旅行的模样。虽说是凡人组，却享受不了平凡人的生活。这一点点的快乐，让休伊和安妮把烦恼抛在了脑后。开了1天车，3人找了个地方歇脚。安妮发现母乳这人有强迫症和洁癖，放在一个5大3粗的硬汉身上，竟然还有些反差萌。他们也逐渐聊了起来。这人啊，果然还得接触下来才知道好坏。路人出了车祸，安妮想去帮忙，却被拦了下来。现在不是搞英雄主义的时候。由于行程还远，他们只能暂时住在汽车旅馆，开了2间房。休伊和母乳住一间。夜里，安妮发来短信，休伊就等这一刻。
穿上衣服跑了出去，在售卖机前边吃边聊。秀姨没有想到安妮居然喜欢吃杏仁糖果，那简直就是黑暗料理。他们聊着聊着就上了炕了。次日一早，终于抵达了自由女的住址。屋主以为他们是沃特的人，慌张地关上了门，还是母主亲自出马，才解释清了目的。母主的家人曾和沃特有过恩怨，父亲一再坚持对抗他们，也因为执着害死了自己。母主接过了这个衣钵，就希望有朝一日扳倒沃特，这让屋主感同身受。他说出了一个秘密：小时候他和哥哥开车回家，在路上遇到了自由女，因为肤色问题，自由女残忍地杀害了哥哥。这个理由极其扯淡，可他们一家子穷人又能如何呀？当时费德里克，也就是沃特创始人，找到了他们一家，用$2000美金封了口。事情过了48年，女人第一次说出了真相，生怕引来杀身之祸，便赶走了几人。临走前给了母主一张报纸，指着上面大火的风暴说：“她就是自由女。”众人一惊，风暴如果是自由女，那现在起码70多岁了，对于5号化合物的了解还是不够多呀。看来苏珊死前应该是大概猜出来了。修姨和母主把安妮送到了地铁站附近，还特意买了一条杏仁糖果给安妮当纪念。安妮希望修姨不要放松警惕，沃特的手段还多着呢。另一边，波切尔按照地址来到了围墙内，并且成功见到了老婆贝加。为了避开摄像头，贝加以吸烟为理由开到了荒郊野外。他们紧紧抱在了一起，贝加这才说出了自己失踪的真相。当年祖国人性侵他是真的，也根本不是两厢情愿。可是贝加了解波切尔的脾气，一旦让他知道真相，肯定会去送死。所以在怀有孩子时，他第一个找到了沃特集团，从此带着孩子躲了起来。波切尔心疼，他想带走贝加，可贝加又挂念着莱恩，为了想出对策，先来了一发。每天早上都会有一辆垃圾车驶入，这是逃出去的最好时机。贝加的意思是要带走我，那就得带走我儿子。波切尔心想，你儿子又不是我儿子，那是祖国人的儿子，我要是救了你和他儿子，那我不就成了儿子了？但口头上还得答应下来。转天上午，蹲了一宿的波切尔等来了贝加，可他没看见莱恩。贝加心里清楚，波切尔不可能会救莱恩的，即便救出去了，也会想办法除掉。归根究底，那是沃特的产物。就这件事，他们有了分歧。贝加认为失去母亲的莱恩迟早会成为下一个祖国人，而波切尔觉得老婆更重要，甚至口出狂言说莱恩是个超人类怪胎。总之，最后没谈拢，贝加决定不走了，为了儿子好，也为了波切尔。这次的离别让波切尔心态爆炸。这些天祖国人没来是因为有事缠身，他早前就听出了火车头不对劲，所以深入调查了一下，发现这货不适合在7人组行动的，因为火车头已经不是世界上最快的男人了，而他盯上的不只是火车头，耳朵好的好处多多。祖国人听到了梅芙打电话，并且发现了艾丽娜的存在，只是他没有明说，而是在电视采访里抛出了重磅炸弹：梅芙女王是同性恋。一瞬间，梅芙的脸都在抽搐。这件事自然引起了轰动，梅芙又能怎么样呢？只能任由祖国人欺负，但他心里已经埋下了反抗的种子了。最近风暴正处于事业上升期，人气居高不下，比肩阿祖，但他心直口快的毛病还是没有改。在一次聚众演讲下，西梅子埋伏在人群中，准备为弟弟复仇，却被赶来的法兰奇阻止了。现在复仇就是送死，西梅子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风暴离开，对法兰奇投去了怨恨的目光。让风暴这么一煽风点火，祖国人的地位受到了动摇。网友做的图气得他咬牙切齿，从未有人敢在阿祖头上动土。他走进风暴的屋子，激光眼蓄势待发，风暴却觉得他很可悲。追求别人喜欢有何意义？他表示这是一种手段。阿祖花了2亿7千多万美金给自己打广告，还不如自己用优惠券雇来的5个 P 图高手。时代变了，不可能所有人始终站在金字塔顶端，与其费尽心思去赢得粉丝欢心，不如想办法多挣点黑粉。黑粉越多，话题越多。阿祖觉得有点莫名其妙，他从来没有想过顺势而变。在他沉默之际，风暴告诉他，需要帮忙就找我，我的大门为你敞开。心情郁闷的祖国人跑到一个不知名的住宅，等待他的竟是已经死的马德琳。马德琳一直哄着孩儿，说他才是7人组真正的老大。祖国人好不容易平复了情绪，转眼分身人露了怯，虽然有点恶心，但他是唯一一个可以从头到尾变成马德琳的超人类。阿祖一看就是个老双标了，这还不算完呢。过了几天，阿祖又去了，这次分身人变成阿祖马德琳，sexy 诱惑呀！只是这次祖国人因为风暴的几句话下了杀手，确实他没有必要让所有人都喜爱自己。好狠的一个男人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